缺蛋的问题让我们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哦，就是台湾的吃蛋量竟然是世界第一。到底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吃蛋？如果你不加蛋吃下去就怪怪的。我每天都吃1颗2颗，都是需要蛋啊。有的是吃蛋啦、配蛋啦、沙蛋爱吃的物件啦。Hello， 我现在来到了蛋行前面，大家可以发现哦，蛋行门口已经是大排长龙，而且老板娘说啊，她从7点开始卖蛋，9点之前就会完全卖光，真的太夸张。我刚刚还实地的去几间超商啊，还有超市看过，真的也都没有蛋。有些人说啊，去到蛋商啊，他竟然说熟客才能买，甚至还出现一定要预购或是代排代购的状况。那如果你要想要吃到蛋，也不容易哦。通抓饼啊，你去买蚵仔煎啊，你去买素食店早餐都没有蛋，甚至超商也没卖茶叶蛋，所长茶叶蛋一颗要卖到18块耶，真的是无法想象。这样听起来，台湾人是不是真的很需要蛋啊？农委会的统计啊，就统计出台湾人每年哦吃到80亿颗蛋，还来到了世界第一。到底台湾人有多爱吃蛋？为什么买蛋买不到？没有蛋要怎么解决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长期大家一直想知道的问题，就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蛋每天都要吃啊。只是说这个已经第3年了，前年是买口罩，去年是买疫苗，今年是买鸡蛋，这就是台湾鸡啊。每个人都需要吧。囡仔是爱吃蛋啦，有的是吃蛋啦、配蛋啦、沙蛋爱吃的物件啦。比如火腿蛋啊，或者那汉堡啦，或者吉士堡啦，或者蛋饼类啦，或者加蛋都会有。如果你不加蛋吃下去就怪怪的。比如说葱烧饼一样啊，葱烧饼你加蛋跟不加蛋吃起来都不一样。有加蛋的就是蛋饼啊、汉堡蛋啊，那个萝卜糕加蛋啊，火腿蛋吐司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啊。铁板面加蛋啊，平常都是卤蛋啊，然后水煮蛋啊，荷包蛋啊。我都是这3种而已。卤仔饭来是爱加蛋，平常时透早人爱煎蛋啦、切蛋啦，菜脯蛋也好啊，蛋也好。番茄炒蛋、炒饭、蚵仔煎，拢爱排队，在队的人拢爱已经踮遮排队，感觉店有个无啥拢买无啦。全联、家乐福，就是一般的商店都找不到。真的没有蛋吃，我嫂子打电话给我说，我已经1个月没有吃到鸡蛋了。台湾人这么爱吃蛋，为什么买不到蛋呢？经理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。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棒哎，很多人都在讲缺蛋，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买不到蛋。记得我分析完之后记起来，无意间不经意的跟你的朋友啊、心仪的另外一半分享，我保证他们绝对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你。好，我要开始来讲了。缺蛋其实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哦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禽流感的大流行。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报告就显示，2022年到2023年2月，光是这1年里面哦，全球就发生了5000多件禽流感的案例，而台湾扑杀的蛋鸡数累计有22万只。扑杀之后啊，蛋鸡就减少了，我们就要买一些雏鸡来养。这雏鸡就是小鸡，或是我们说的种鸡。可是台湾的雏鸡啊，都是仰赖国外的进口，比如说美国、加拿大，他们现在也是受到了禽流感的影响，所以雏鸡不仅变得比较贵，甚至很难买到。好，就算真的买到了，进口了一只种鸡，养到大到它真正能下蛋变成一只蛋鸡哦，可以稳定的产蛋，竟然需要时间将近要1年。为什么？简单来说啊，种鸡从国外买来之后，要先让它长大。第1代的这个种公鸡、种母鸡要先交配，交配之后生出来的下一代才是未来准备要拿来下蛋的鸡。所以刚开始第1代光是进口的14天，小鸡养到可以交配的120天，配种繁殖70天，产蛋第2代20天，应该就花了7个月。还没完，接下来把第2代孵化之后，只会留下母鸡，因为母鸡才能下蛋嘛。再送到中鸡场来养大，大概75天，接着送到蛋鸡场60天之后，才能稳定的生蛋。等于第2代又再花了130天，这个生下来的蛋才是真的会卖到我们手上的蛋。等于说，从最开始进来的种鸡到真的下蛋给我们吃，也经过了第1代的7个月，还有第2代的3个月，总共就是将近1年。这个过程中啊，还不包含有些小鸡可能会夭折，或是有些鸡不能下蛋，所以光是等待的时间就足够磨人。眼看后浪跟不上啊，蛋农就只能靠目前的母鸡继续来产蛋。原则上，蛋鸡最多可以产蛋2年，但是呢，可能也因为这个蛋量下降而提早被淘汰。蛋农之间就有一个比较害人的手段，叫做强制换羽，大概在蛋鸡90周的时候执行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减少或是完全停掉给母鸡的食物，让它们不吃不喝。
1-2个礼拜之后啊，母鸡就没有营养了，不会再产蛋，羽毛也会脱落。这个方法就是要来加速母鸡的循环代谢，刺激它们的身体激素。这个时候再恢复正常的喂食，就可以逼出母鸡更多的产蛋量，有点像间歇性断食的感觉，甚至可以说是在挑战母鸡的极限，而且更加残忍。所以这个强迫换羽的阶段，其实会有1/3的母鸡撑不下去就暴毙死亡。听起来好像是把母鸡当作生蛋的机器的感觉哦。所以欧盟和纽西兰都已经明令禁止强制换羽这个行为。总结来说啊，买不到小鸡，小鸡很久才能长大，中间还有这个断层，老鸡甚至又下不了蛋，所以难怪之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预估啊，到6月之前，台湾还是会有这个缺蛋危机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缺蛋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很多人可能会讲说，没有蛋就不要吃蛋啊，或是有替代品啊。可是有时候吃葱油饼就真的不能不加蛋嘛，蛋花汤也不能没有蛋啊。所以有时候不吃蛋真的就少了一个味道，怪怪的。所以现在有些人啊就会改用液态蛋。这液态蛋啊不是化学课上的液态蛋哦，而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液态的蛋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把带壳的蛋打破，分离成液态的蛋白、蛋黄或全蛋，再经过加工处理，变成一罐一罐的蛋液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通常会拿来做液态蛋的蛋啊，可能它的大小跟一般的蛋不太一样，可能是特别大啊，或者是特别小，或者是说这个蛋壳上面有轻微的裂痕，偏向 NG 蛋那一种。所以呢，和其他带壳的蛋相比，液态蛋就相对比较便宜。加上液态蛋是经过加工处理，所以呢，原本做一份蚵仔煎啊，可能我要用1颗蛋，但是用液态蛋的话，我可能这一瓶挤2下就好了。实际上用到的蛋量可能还不到1颗蛋。不过很多人也会讨论说，因为液态蛋它的口感部分可能真的跟蛋还是不太一样，再加上液态蛋之前也被诟病说里面用的蛋可能追不到源头，或者是加工过程杀菌不确实，还有因为就是用有裂痕的蛋，蛋的卫生可能也没有办法保证。所以即使液态蛋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，还是没有普及到各个家庭。目前是餐厅啊、团膳业者、早餐店这种比较常见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，就是进口蛋。农委会为了弥补短期的产能不足，就从澳洲、美国、泰国总共进口了500万颗蛋左右。不过进口蛋也有一个让大家疯狂讨论的疑问，就是这些蛋他们坐了船，要大概1个月左右才能到台湾，那这样蛋还会新鲜吗？畜产专家就有分享哦，进口的蛋在国外的时候会先经过洗选的流程，最后再封上一层蜡，把蛋壳上的孔隙给密封，隔绝外界的病毒入侵。再经过这个冷链的运送之后，至少能保存3个月。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囤蛋啊。讲到这里，也可以跟我分享，你吃到蛋了吗？最后，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长期以来大家很好奇的问题，我猜99%的你们点击这支影片都是想知道这个答案，就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当初最早的时候，到底是谁先出现的呢？认为先有鸡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是这么说的：无父无母而降生是违背自然科学的过程。鸡是蛋的母亲，蛋是鸡的孩子，所以蛋一定是从母体出来的。但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啦，那这个母体的这只鸡是从哪里来的嘞？另外一位学者达尔文则认为是先有蛋，他分析啊，应该是先有一颗记忆突变的蛋孵出了第一只鸡，所以这只鸡才会生出更多的蛋。大家讨论了很久之后，最新的答案出现了。2019年，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，证实了是先有蛋后有鸡。只不过这边的蛋不是普通的蛋，鸡也不是狭义的鸡，因为他们发现啊，距离现在大概6.1年前，有一种叫做龙脊球的化石。这个龙脊球显现出来的胚胎发育过程，很有可能就是动物的单细胞祖先和多细胞结构的关键一步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龙脊球可能就是第一颗孕育鸡的蛋。所以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啊，就是先有的蛋才有的鸡。大家也不要觉得探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，因为就是在探讨这样生活日常的问题当中，科学家就会有更多的发现。去年的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，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